剩下的7把无上大快刀都在哪里呢？有5把可能在4皇级强者手中。作为品阶最高的无上大快刀12弓，至今也才有5把下落被确定。前海贼王罗杰手中的佩刀艾斯，20多年前海军将他处刑后再也没有登场。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手中的从云切，香克斯将他插在白胡子的坟头之上。五老星内斯受狼圣的佩刀初代鬼彻，是一把妖刀，斩杀敌人时伤口会有冰冻效果。世界第1大剑豪鹰眼米霍克的叶，代表着最强的剑术，而且还是一把黑刀。海军大将藤虎手中的佩刀赌徒火线，外表朴实无华，可以当拐杖使用。以上5把无上大快刀的主人都拥有着最顶级的战斗力和显赫的身份，从此可以推断剩下7把无上大快刀的下落。香克斯除了是当今的最强4皇，拥有与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抗衡的实力。他手中的佩刀格里芬应该也是无上大快刀，一招神臂秒杀赏金30亿贝利的基德，就如同20年前罗杰用神臂打飞玉田一样。洛克斯海贼团覆灭后，金狮子的发展速度最快，曾经在艾特沃尔海战中差点击败罗杰，整体战斗力完全不输当今的任何一位4皇。他手中有2把佩刀，分别是古墓和鹰石，很有可能都属于无上大快刀12弓。为了逃离海底监狱，金狮子砍断自己的2条腿，现在的古墓和鹰石已经成为他的价值。冥王雷利是前海贼王罗杰的副船长，他手中的佩刀暂且还没有公开具体名字。去女儿国救汉库克，释放强大的霸王色霸气，让拥有双果实的黑胡子选择乖乖离开。雷利没有吃恶魔果实，输出全靠霸气和剑术，他手中的无名之剑也可能是无上大快刀。神之骑士团的首领费加兰德加林圣，38年前在神之谷大战中大杀4方，作为一名战力王者级别的剑士，他手中的西洋剑也可能是一把无上大快刀。海军中将陶兔拥有顶替大将的实力，手中的佩刀金皮罗暂且还未公布品阶，据说也是一把名刀，属于无上大快刀也有可能。还有前推进城看守长宇之溪流的雷雨，每一次斩杀敌人，刀身都会流出雨水冲刷血液。作为未来第1大剑豪索隆的对手，溪流手持一把无上大快刀也算合理吧。索隆一生经历过4次豪赌，俘获2位大美女的芳心，战斗力也连升了3级。2年前在谢尔兹镇，索隆与路飞第1次相遇，当路飞邀请他做伙伴时，索隆起初是拒绝的，原因也非常简单，就是不想当海贼。当得知自己将被处刑后，索隆不想放弃与好友古伊娜的约定，他决定赌一次，相信眼前戴草帽的小鬼会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船长。2人联手击败父皇蒙卡后，驾驶一艘小破船开启追寻梦想的航行。索隆这一次赌对了，有路飞主角光环的庇护，他的成长也是一帆风顺。在海上餐厅巴拉蒂，索隆向世界第1大剑豪鹰眼发起挑战，结果被狠狠虐了一顿，手中的2把刀断裂，胸口也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。为了更换佩刀，索隆向娜美借了10万贝利，来到罗格镇的武器店。在店铺的拐角处，他找到了3代鬼彻，为烈良快刀50弓，还是一把妖刀。索隆将3代鬼彻抛向天空，用一条胳膊为筹码，赌自己能征服这把妖刀。这一次索隆又赢了，靠着强悍的气魄收服3代鬼彻，对战斗力也有所提升。一同被征服的还有美女达斯奇，她或许是最有可能嫁给索隆的人之一。武器店的老板也被震慑住，将镇店之宝名刀雪走送给索隆。不过雪走陪伴索隆的时间不长，去司法岛救罗宾时被秀秀果实腐蚀断裂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靠着2次豪赌，不仅收获了爱情，战斗力也连升2级。为了夺回黑刀秋水，索隆在后岭的断桥与牛鬼丸战斗，2人激战正酣之时，索隆听到美女的求救声，他果断出手救下了日和与小男子。在与基拉对战时，索隆被牛鬼丸背后偷袭，肩膀也被基拉用镰刀贯穿，好在索隆临时弄了一个3刀流，将同为超新星的基拉秒杀。昏迷后的索隆被日和带到破庙之中，连同小男子美美睡了一觉。事后日和恳求索隆将秋水归还给和之谷，自己会送上玉田留下的佩刀研磨。得知研磨曾经砍伤过凯多，索隆也决定赌一次，答应将黑刀秋水归还。索隆这一次可谓赢麻了，研磨能释放霸气，让他的战斗力提升一个档次。同时日和也送上了芳心，在索隆昏迷时，日和可谓是全方位的照料。在鬼岛屋顶对战双4皇的时候，面对凯多和大妈的联合技能霸海，索隆决定赌一次，用自己的身体阻挡，为其他4个人逃走争取时间。差点丧命的索隆成功了，作为代价身上30多处骨头断裂，经历过濒临死亡的状态，也为索隆觉醒霸王色奠定了基础。从一个无家可归的小渔民到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，黑胡子所做的每一次决定都堪称完美。向白胡子下跪认干爹，得到暗暗果实，抓住艾斯与海军交换来七武海之位，去海底监狱开招聘会寻找强大的伙伴，又在马林范多干掉白胡子，抢走镇果实，最终击败传说级海贼王，直登基海上皇帝。不过黑胡子也犯下了3个错误，会导致他在对战草帽团的时候损失半个海贼团的战斗力。第一个错误是选错了3个伙伴，黑胡子在海底监狱招募到5位伙伴，有缘推进城看守长宇之溪流、恶阵王阿瓦罗皮萨罗、玄月猎人带跑、巨大战舰圣胡安恶狼以及巴斯克乔特。当时推进城中还有3位罪犯，他们的实力甚至超过了黑胡子。罗杰海贼团的成员巴雷克16岁能与雷利打成平手，觉醒合体果实后，战斗力甚至不输世界最强男人白虎。
洪伯爵当时也在，他仅仅靠着一个人的实力就能匹敌罗杰与白胡子两大海贼团。还有邦迪沃尔德，也是一位传说级海贼，拥有世界破坏者的称号。如果黑胡子能让这3个人做伙伴，称霸世界简直轻而易举。第二个错误是让青雉加入黑胡子海贼团。黑胡子让青雉当伙伴，一是因为青雉的战斗力强大，二是因为青雉吃了洞洞果实，可以瞬间将海面冰封，为全部是能力者的黑胡子海贼团提供战斗场地。不过青雉并不是100%忠诚黑胡子。当年在冰火岛，青雉告诉斯摩格，自己坚持的正义没有变。失去海军大将的身份后，行动起来反而更加方便了。青雉还让斯摩格提醒赤犬，必须派兵前往德雷斯罗萨。路飞和明哥的冲突，会是赤犬当元帅后面临的最大考验。可见青雉是一把双刃剑，一旦他叛变，黑胡子海贼团的损伤会很大。第3个错误是抓走科比，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。黑胡子被雷利的霸王色震慑住，离开的时候却抓走了科比，企图用科比做筹码，让自己当蜂巢岛的国王。科比是索尔的成员之一，严格来说已经算不上海军了。世界政府不会为了科比放弃蜂巢岛，而且黑胡子抓走科比，惹怒了最强的海军卡普。他带着索尔部队已经抵达蜂巢岛，一拳银河冲击摧毁一座城镇。目前溪流、匹萨罗、饿狼和乔特在蜂巢岛看家，他们4个人对战卡普和索尔部队只有惨败。如果这4个人被卡普抓走，再加上青雉叛变，黑胡子对战草帽团之前，将会损失了半个海贼团的战斗力。一拳霸王色缠绕毁灭一座城镇的卡普，也有单挑打不赢的强者，洛克斯就是其中一人。他是罗杰之前大海上的霸主。38年前，洛克斯招募白胡子、凯多等强者，组建史上最强海贼团。他们前往神之谷攻打天龙人，企图替代天龙人成为世界的统治者。当时海军被打得节节败退，迫不得已，卡普才选择与罗杰联手，两人合力击溃洛克斯海贼团。船长洛克斯连同神之谷一起沉入大海。随后的几十年里，白胡子和凯多等人逐渐成为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。当年的洛克斯能让他们听从自己的话，足以证明他的战斗力有多么强大。也难怪卡普需要联手罗杰才能将洛克斯海贼团击败。洪伯爵的战斗力绝对在罗杰和白胡子之上，当年他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就能与罗杰和白胡子两大海贼团抗衡。为了抓捕洪伯爵，世界政府的统帅冈古空亲自出马，还带上了卡普。两人战斗之时，卡普也只能站在一旁观看，没有参加战斗的机会。最终洪伯爵与冈古空打成平手，体力耗尽之后被卡普捡漏关入海底监狱。可见在冈古空的心目中，卡普的实力确实强，但比洪伯爵还有点差距。抵达拉夫德鲁，找到大秘宝，罗杰成为海贼王，随后便将海贼团解散，自己前往海军自首，用性命开启大海贼时代。金狮子对此非常愤怒，一个人闯入马林饭多，干掉海军基地一半的守军。卡普没有独自应战，而是联手战国一起出击。经过3天3夜的鏖战，才将金狮子击败，关入海底监狱。后来金狮子自断双脚，成功越狱，却在新世界遇到了草帽团。金狮子看中娜美感知气候的天赋，逼迫他做飞空海贼团的航海士，伤害娜美是草帽团的禁忌。最终金狮子被路飞击败，再次回到海底监狱。巴雷特绝对是罗杰最强的伙伴，16岁的时候就能与雷利打成平手。离开罗杰海贼团后，巴雷特在大海上横行霸道，让世界陷入混乱。海军让卡普和战国两大强者带队，发动屠魔令去抓捕巴雷特，将巴雷特的体力被屠魔令消耗殆尽，卡普和战国才将其抓捕住。难道说当时的卡普或者战国都没有单挑打赢巴雷特的实力吗？不过巴雷特也触犯了草帽团的禁忌，把乌索普打得面目全非。在萨博女帝等人的帮助下，路飞才勉强获胜。可见巴雷特比其他剧场版的 BOSS 强。卡普和战国联手出击也很合理，罗杰也算卡普不能单挑打赢的强者，两人争斗了几十年也未分胜负。从卡普能为罗杰抚养艾斯来看，将罗杰团逼入绝境却不抓人，更像是在放水。被赤犬碾压击败的艾斯，到底有没有大将级别的实力呢？在天赋方面，艾斯不输任何人。很小的时候就释放过霸王色，17岁出海后，艾斯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当上了超新星。因为实力太过强大，海军主动邀请他当七武海，不过被艾斯拒绝了。在去挑战白胡子的路上，艾斯与七武海盛平爆发了一场战斗，两人大战了5天5夜，最终双方的体力耗尽倒地。可见海军的判断没有错，艾斯的确拥有七武海级别的战斗力。加入白胡子海贼团后，艾斯的实力被同伴认可，当上了2番队长。在巴拿马岛遇到黑胡子海贼团，巴沙斯等人完全不是艾斯的对手。黑胡子也承认艾斯很强，邀请他成为自己的同伴。在果实能力被暗暗果实克制后，艾斯依旧能与黑胡子打得有来有回。最终炎帝被黑暗屠戮，艾斯彻底败给了黑胡子。在海军基地马林饭多，路飞拼尽全力将艾斯从主刑台救了下来。随后遇到海军大将青雉的阻拦，艾斯主动将路飞挡在身后，冰块爆至嘴与镜火焰碰撞后抵消。艾斯也展示出了不输大将的实力，不过在战斗经验方面，他相比大将还差了一个档次。救下艾斯后，白胡子下达船长命令，让所有人逃离马林饭多回到新世界。赤犬用侮辱白胡子的方式，成功激怒艾斯，让他留了下来。靠着岩浆能燃烧火焰的优势，一拳将没有使用霸气的艾斯打飞。为了保护路飞，艾斯用身体抵挡岩浆损耗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，也让艾斯背上了不会霸气的物体。战斗力比大将也有一定的差距。
当年闯入鬼岛不和之国的海艾斯与凯多的女儿大和爆发过战斗，一番激战过后，两人都很认可对方的实力，算是打成了平手。大和是幻兽种大狗真神果实的能力者，还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与人兽形态的凯多1对1单挑，虽然没获胜，也坚持了很长时间。作为世界最强生物的凯多，也认可大和的战斗力的确很强。艾斯能与大和打得不分胜负，也表明他的实力上限不算低。其实，在香克斯的眼中，艾斯也算得上一位实力强悍的人。当年艾斯去找香克斯，目的是答谢香克斯曾救过弟弟路飞一条命。香克斯得知后，立马拿出格里芬准备战斗，并称赞艾斯是超级新人。如果艾斯不说自己是路飞的哥哥，香克斯很可能会用神臂砍了他。这也能说明一点，在香克斯的心目中，艾斯是值得自己亲自动手的强者。岛岛果实的上级果实其实早已登场，他的能力者连卡普也不能单挑打赢。在海贼王1080话中，黑胡子海贼团的第4船长阿瓦罗皮萨罗登场，展示了他所吃下的岛岛果实，是一个能力很接近自然系的超人系果实。皮萨罗能将周围的事物与自身融合，也可以让地板变成自己的模样。融入岩石和建筑物之后，还可以形成一个体型庞大的皮萨罗石头人。不仅可以传递皮萨罗的声音，还能按照皮萨罗的意愿到处进行移动。看了岛岛果实的能力后，很容易想到一个与他的能力非常接近的恶魔果实，就是在德雷斯罗萨出场的石狮果实。能力者是多弗朗明哥的手下皮卡，他能将自己的身体融入到岩石之中，达到自由穿梭墙壁的效果。皮卡还能任意操控岩石，让岩石变成长矛、刀剑等形状用来攻击。石狮果实最强的招式是操控岩石，形成一个巨大的石头人，体型的大小甚至能堪比一座岛屿，一拳头下去能轻松毁掉一座城镇。不过石狮果实的能力很单一，只能同化岩石，不能同化木头等物质。相比岛岛果实的能力作用范围要小一些，说它是岛岛果实的下级果实也合理。从索隆对战皮卡的战斗来看，巨大的石头人破坏力很大，但移动速度很慢。当索隆找到皮卡的本体后，仅用了一招大千世界便将其秒杀。可见皮萨罗吃下岛岛果实后，他的战斗力也不能匹敌在德岛时期的索隆。能操控周围事物形成巨大怪物的果实还有一个，就是巴雷特吃下的合体果实。巴雷特要比皮萨罗和皮卡聪明多了，提前准备了一艘舰船，装满了钢铁，用钢铁来合成巨大的怪物，破坏力比石头形成的怪物要强大得多。而且巴雷特将合体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，不仅能用钢铁进行合体，甚至能调动周围的任何事物，所形成的巨大怪物战斗力也更加强大。路飞联手萨博等一众强者，在克洛克达尔的计策下，才勉强打赢巴雷特。如此来看，说合体果实是岛岛果实的上级果实也算合理。想当年巴雷特离开罗杰海贼团之后，一个人在大海上横行霸道，海军迫不得已让战国和卡普两人联手，发动屠魔令去抓捕巴雷特。等到屠魔令将巴雷特的体力耗尽之后，才将他抓捕住，关入海底监狱。难道说当年的巴雷特已经强大到连卡普都不能单挑打赢他了吗？在凯多的眼中，索隆的实力真的比玉田差一个档次吗？跟着鹰眼学习2年归来，索隆的实力可谓深不见底，也学会了一刀劈船的本领。来到德雷斯罗萨对战唐吉诃德海贼团，索隆与大将藤虎有过短暂交手，虽然嘴角被对方用重力刀打流血，战斗力也得到了藤虎的认可。对战明哥的手下皮卡时，索隆稍微拿出了一点实力，用碾压的方式秒杀皮卡。在场的观众之中，也有不少见过世面的强者，全部被索隆的表现征服。和之国篇章开始后，索隆才一步步展示自己战斗力的上限。为了保护路飞和小玉，索隆被超新星霍金斯用钉子打伤。认真起来的索隆用出一招2刀流，直接秒杀了霍金斯制造的稻草人怪物。随后霍金斯以对方会有帮手出现放弃攻击，显然是害怕自己打不过索隆。为了夺回被抢走的黑刀秋水，索隆在后岭的断桥与牛鬼丸战斗。就在此时，他听到有美女发出求救声，基拉正在追杀日和与小男子。索隆没有丝毫犹豫，立马出手挡住基拉的攻击。在与基拉的对战过程中，牛鬼丸趁机偷袭，导致索隆的肩膀被镰刀贯穿。随后索隆拔出镰刀，临时弄了一个3刀流，将基拉瞬间秒杀。鬼岛战争爆发之后，索隆与德雷克联手对战阿普，抢夺病毒冰鬼的抗体。见到小菊的胳膊从屋顶掉落，他知道必须快点抵达屋顶对抗凯多。认真起来的索隆只用了一招1刀流，便秒杀了赏金3亿5千万的阿普。来到鬼岛屋顶对战双四皇，索隆让罗给自己打辅助，准备砍掉凯多的龙头。四皇大妈察觉到了危险，提醒凯多快点躲避，才避免了龙头被索隆砍中。见到5位超新星的实力过后，凯多和大妈决定一招搞定所有人，两人联手使用四皇合体技能霸海。就在所有人以为要被秒杀的时候，索隆一个人站了出来，挡住霸海几秒钟，拯救了其他4位超新星。随后路飞向凯多发起猛攻，结果被一招霸王色缠绕引奈落打晕。正当凯多想着怎么打碎路飞的脑袋时，索隆又站了出来，使用出自己最强的9刀流招式阿修罗王者系，重创凯多的腹部。凯多对索隆的表现非常认可，强调斩击会给自己的胸口留下一道伤疤。
20多年前，凯多对战光月玉田的时候，腹部也被打伤，留下一道10字伤疤。在对战路飞的时候，凯多说了，玉田是能与自己一战的强者。可见在凯多心目中，索隆不具备与自己一战的实力，也没达到玉田的高度。不过在对战岩灾尽的时候，索隆彻底觉醒了霸王色霸气，斩断尽的一条翅膀，登基地狱之王，实力再度提升的索隆，相比玉田还会差一个档次吗？被4位赏金10亿海贼轮番锤的四皇大妈，20年前与罗杰交战，暴露出真正的战斗力。大妈的小时候非常悲惨，因为吃得多被亲生父母遗弃，来到高阳之家的生活还算幸福，不仅能吃饱，还有小伙伴一起玩耍。自从认识路飞之后，大妈在挨揍的路上一去不复返。当年路飞带队逃离蛋糕岛，大妈对着桑尼号一顿猛攻，好在盛平站了出来，用梅花骨挡住拿破仑的攻击，自己也跌入大海之中，重新回到桑尼号上。盛平用出愚人空手道的奥义，将大妈打出桑尼号。鬼岛决战爆发后，大妈与盛平再次爆发战斗，又被锤了一顿。这次盛平有罗宾帮忙，一人用过肩摔，一人让大妈滚出会场外。当时盛平的赏金还是4亿8300万，但战斗力已经配得上11亿贝鲁。刚刚抵达和之国那会，大妈带来了半个四皇团，顺着瀑布登岛，赏金13亿9000万贝利的岩灾镜，直接来了一记2踢脚，踹翻Big Mom海贼团的海贼船。大妈本人也顺势跌入大海之中，好在没有被海水淹死，漂流到海岸上，成为乔巴解救路飞的工具人。来到和之国的兔碗监狱，大妈为了一碗红豆汤，将整个监狱摧毁殆尽，赏金13亿2000万的异灾奎因变成恐龙形态对战四皇大妈，结果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好在奎因使用从天而降的招式，用脑袋撞脑袋，激烈的碰撞过后，大妈的记忆得到恢复，也陷入了昏迷之中。奎因趁势给大妈做麻醉，用海楼石锁链捆绑住，马不停蹄送到凯多的府邸。在鬼岛遇到大妈之后，马尔科与佩罗斯佩罗的除鬼联盟瞬间瓦解，随后双方爆发战斗。马尔科的蓝色火焰能轻松打伤霍米兹，即便大妈趁马尔科一时大意抓住他的脖颈，却表示没有能力将其杀掉，还企图让佩罗斯佩罗来帮忙。见到大儿子被2位毛皮族打倒在地，大妈一把将马尔科摔了出去，一个人朝着会场内前进。一位堂堂的海上皇帝，居然在赏金13亿7400万的海贼面前认怂了。早在20多年前，罗杰在寻找历史正文的时候，与四皇大妈有过战斗，具体的战斗场景没有公开。事后罗杰说了一句，从玲玲手中抢到一块，有一种哥哥打小妹妹的感觉。这句话也透露出，在罗杰心目中，大妈算不上真正的强敌，相比白胡子这样的顶级强者，还有非常大的差距。结合大妈与圣平、岩灾镜、奎因和马尔科对战情况，说大妈是最弱四皇也很合理。不过会比巴基大神强一些吗？5个神级恶魔果实全新登场，佩罗纳联手卡普大战黑胡子海贼团。海贼王1080话前2波情报已经更新，全部是海军的情报部队海雾对战黑胡子海贼团的剧情。本话的标题是传说中的海军英雄，卡普也会展示他真正的实力。黑胡子海贼团只有4名干部留在蜂巢岛，分别是宇智溪流，他吃了隐身果实，也应该是最强的一位干部。巴斯克乔特吃了99果实，与他叫大九的名号很符合。乔特与黑胡子一起攻击了汉库克，负责押送克比才回到蜂巢岛。阿巴罗皮萨罗也在岛上，他吃了岛果实，据说可以控制岛屿，暂时还不确定对战力有何提升。难道说可以控制岛屿移动吗？巨大战舰饿狼吃了膨胀果实，它本来就是超大的巨人族，继续膨胀下去的话，很可能会成为比奥兹更加庞大的存在。卡普进攻蜂巢岛只带了海巫部队中的几个人，其中有云雀，他是一名强大的狙击手，使用贝加庞克制造的武器，还有普林斯格鲁斯，他吃了妮妮果实，具体能力应该如同沼泽果实。贺婆婆的孙女也在其中，她叫孔雀，是边边果实的能力者。从名字上看，果实对战斗力的提升不大，或许能满足某种特殊的爱好。就在海巫对抗黑团的4名干部时，卡普也加入了战斗。他仅仅使用拳头和霸气，就产生了巨大的攻击力，摧毁了蜂巢的建筑。从鹰眼府邸离开的佩罗娜也在蜂巢岛，他趁机释放了被关押的莫利亚。不得不说，莫利亚虽然很弱，但是真的有骨气。佩罗娜和莫利亚两人不出意外会联手卡普对战黑胡子海贼团。本话中还有亲挚的一段回忆。黑胡子绑架克比的目的是找世界政府谈判，他想让蜂巢岛成为自己的领地。世界政府为何会因为一座岛屿与四皇海贼团形成对立呢？洛克斯曾经的领地蜂巢岛或许还隐藏着更多的谜团。亲挚还说了，海巫部队是不会接受任何谈判的，而且他们很强大。以上就是第1、第2波情报，下周居然又休刊了。从蜂巢岛的战斗人员来看，卡普这次救克比不会有危险。黑胡子本人不在岛内，罗托的时间越久，卡普就越安全。佩罗娜和莫利亚算不上顶级强者，也是2位不错的帮手。贺婆婆的孙女也在海巫部队中，她与战国或许会来支援卡普。最后是亲挚，她可是卡普的小迷弟。来到黑胡子海贼团的目标还不明确，也绝对不会让卡普有任何威胁。为了帮助路飞从毛头小子成长为新世界的海上皇帝，一共有4位强者丢掉性命，他们的赏金总和接近18亿。作为路飞最可靠的大哥，艾斯从小就对路飞保护有加，哪怕是面对卡普的铁拳，他也会站出来阻止路飞挨揍。当年在巴拿马岛追捕黑胡子，
艾斯得知对方的目标是抓捕路飞，他更加不能放过黑胡子海贼团，可惜败给了能吞噬一切的暗暗果实。为了救出艾斯，路飞从海底监狱一路杀到马林饭多，在越狱小分队和白胡子海贼团的保护下，路飞打败了当众放水的卡普，也挡住了金色大佛的攻击，才从处刑台上救出艾斯。见到白胡子下达命令让众人撤退，赤犬用激将法把艾斯留下，靠着能燃烧火焰的岩浆果实，一拳将艾斯打倒在地，转头又向路飞发起进攻。情急之下，艾斯用身体挡住岩浆拳头，内脏被严重烧伤，赏金5亿5千万的火拳从此陨落。见到艾斯在眼前丧命，路飞认识到自己太弱小，必须变强才能保护好同伴。去蛋糕岛接山治龟队，路飞只带了草帽团一半的成员。在慎平的建议下，路飞与贝基联手刺杀四皇大妈。计划失败后，遭到整个四皇海贼团的围捕。为了让桑尼号顺利出航，赏金3亿8200万的佩德洛挺身而出，引爆身体上捆绑的炸弹，用自己的性命护送路飞等人出航。这也让路飞认清了一点，在通往海贼王的道路上牺牲在所难免。与最强将辛卡塔库利决斗，前期路飞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觉醒见闻色预见未来后，才勉强击败卡塔库利，自己的体力也全部耗尽。好在波克穆斯及时出现，抓住正要逃走的布雷，一起逃离了镜子世界。面对 Big Mom 海贼团众多强者的围剿，波克穆斯开启月狮形态围路飞断后，身体被无数根长矛贯穿，即便能保住性命，四皇大妈也不会放过他。去鬼岛对抗百兽海贼团，路飞集结和之国武士以及基德和罗两大帮手。除此之外，白胡子海贼团的马尔科和以藏也在中途加入战斗。基德和罗双双使用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勉强击败了四皇大妈。路飞经过多次仰卧起坐，最终觉醒幻兽重尼卡果实，才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最终草帽团和武士联盟取得胜利，路飞也成功登基海上皇帝。不过赏金5亿1千万贝利的以藏，在阻止 CP0 抓捕罗宾时失去生命。路飞在登顶海贼王的道路上还有很多硬仗要打，为此殒命的强者还会增加吗？这个被一斧头砍倒的老头是所有海贼都忌惮的人，他叫蒙奇蒂卡普，打任何人都只用一拳的中将钉子户。38年前，洛克斯招募一群顶级强者，组建史上最强海贼团。他们在神之谷攻击天龙人，企图成为世界的霸主。当时的海军完全不是对手，卡普迫不得已与罗杰组成同盟，两人联手击溃洛克斯海贼团。从此，卡普被世人称为海军英雄。此后的10几年里，罗杰海贼团慢慢成为大海的霸主。据说卡普与罗杰交手10余次，甚至一度将罗杰海贼团逼入绝境。从卡普能为罗杰养儿子来看，他对抗罗杰海贼团时一定没使用全力。在与罗杰对战期间，卡普还趁机收拾了八宝水军的首领青椒，对方好歹是赏金5亿的大海贼，结果没扛住卡普的一拳，脑袋都被打扁了。抵达拉夫德鲁之后，罗杰成为第一位海贼王，随后主动向海军自首。金狮子对此非常愤怒，一个人闯入马林饭都，干掉海军基地一半的守军。卡普与战国选择联手，经过3天3夜的鏖战，才将金狮子击败。在卡普的一生中，还有2场不为人知的战斗，主要是参与感太低。一场是观看钢骨空对战红伯爵，两人激战时，卡普连插手的机会都没有，最终两人体力耗尽，打成平手。卡普靠着捡漏将红伯爵送入海底监狱。另一场还是与战国联手，两人带着10几艘军舰发动屠魔令，将巴雷特的体力耗尽之后，才将罗杰最强的手下关入推进城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卡普陷入两难的境地，一边是给自己发工资的海军，另一边是自己好友罗杰的儿子和自己的大孙子路飞。在马尔科偷袭处刑台时，卡普还是出手了，一拳将小马哥从空中击落。从马尔科的脖梗缠着绷带来看，卡普的那一拳是真的没有放水。路飞救下艾斯之后，白胡子下达船长命令，让所有人回到新世界。赤犬用侮辱白胡子的方式，将年轻气盛的艾斯留了下来，依靠岩浆果实比烧果实强的优势，用岩浆拳头贯穿艾斯的身体。见到艾斯伤命，愤怒的卡普要取下赤犬的脑袋，还好被战国一巴掌按住。如果让卡普把赤犬干掉，他不仅是海贼的噩梦，也会成为海军的噩梦。随后，卡普帮助战国对抗黑胡子海贼团，一拳头将巴沙斯从空中击落。顶上战争完结之后，卡普几乎没有受伤，可见黑胡子海贼团还不是卡普的对手。西五海制度废除后，黑胡子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，被雷利阻止，以失败告终。黑胡子却趁势抓走了克比。为了救回大徒弟，卡普带着几个小喽啰进攻蜂巢岛，对抗黑胡子海贼团，将会是卡普展示真正实力的一场战斗。凭借运气赌到神级恶魔果实的4个人，有2人已经将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。作为尾田的亲儿子，路飞的运气一直不错，每次遇到绝境都会有贵人相助，实现绝地逆转获胜。当年在风车村，路飞化愤怒为食量，把橡胶果实当水果吃掉，变成橡胶人后，只能将身体伸长，因此被艾斯和萨博嘲笑了一顿。起初海米也不能理解为何会给主角吃如此垃圾的恶魔果实，不过路飞对果实的开发能力很强，让橡胶果实拥有了2、3、4档。用蛇人形态打败卡塔库利时，路飞也算拥有了准大将级别。直到路飞开发出全新的5档，才知道橡胶果实是传说级果实，因为能力太过强大，吴老星特意将它从恶魔果实图鉴上抹除。路飞觉醒果实变成幻兽尼卡后，也拥有了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，
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成为当今的四皇之一。见到明哥拥有霸王色后，托雷波尔给他拿来了一颗恶魔果实。明哥也不知道是什么能力，为了复仇，他也只能赌一赌了。线果实看起来非常普通，却被明哥开发到了神级果实的水准，能飞行，能切割，能控制，还拥有不错的治疗能力。大招鸟笼简直是神级技能，不管四皇还是大将都得待在其中。明哥也将线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，对战路飞的4档形态毫无压力。当年在庞克哈萨德，桃之助因为肚子太饿，吃下了人造蛟龙果实，他甚至都不知道那是恶魔果实。变成粉色蛟龙后，对战斗力没有任何提升。在鬼岛对战百兽海贼团时，桃之助被小忍用鼠果实变成28岁的模样，也从一条粉色小龙变成了一条与凯多一模一样的红色巨龙，可以制造出火焰云在空中飞行，还能像凯多一样吐出热气。当前桃之助对果实的开发还不够，假以时日也会变成凯多那样的强者。在罗杰船上当时牺牲，巴基弄到了一颗果实以及一张藏宝图，本想着卖掉果实弄1亿贝利去寻找藏宝图中的宝藏，不料被香克斯从身后惊吓到，将果实一口吞到肚子里。巴基一度认为4分5裂果实很垃圾，对战斗力的提升不大。不过这颗果实是所有剑士的克星，即便是鹰眼也无法砍伤巴基。除了香克斯，所有的四皇都吃了神级恶魔果实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巴基的4分5裂果实也有神级能力，只是他还不会用罢了。让索隆丢掉左眼的战斗公开，他在鹰眼胸口留下一道伤疤。索隆击败岩灾尽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世界。此时的鹰眼也失去了左眼，看到索隆成长为大剑豪十分欣慰。2年前的那场师徒决斗也慢慢在鹰眼的脑海中出现。鹰眼淡定地告诉索隆，我所有的剑术已传授于你，以后得靠你自己了。索隆摘下戴在左臂的头巾，他要在离开之前展示全部的修行成果。鹰眼没有丝毫犹豫，拔出背在身后的黑刀叶。索隆系好头巾，一副猛虎狩猎的凶狠表情。转瞬之间，索隆已经冲到鹰眼面前，手中的2把刀也附着上武装色霸气，一招炼狱鬼斩朝着鹰眼砍去。强大的攻势让鹰眼感觉到了一丝危险，他很疑惑手中的黑刀叶为何没有将索隆的攻击完全挡下。就在鹰眼疑惑之时，索隆再次发动攻击，斩击如同狂风暴雨一般。见到索隆的实力变强，鹰眼开心地露出微笑，也开启了最强剑士的反攻，轻轻挥出一道蓝色斩击，砍得索隆无法还击。随后又单手挥出一道斩击，就在此时，索隆跳到空中，挥出2刀留击虎兽，战场立马烟雾弥漫。随着烟雾慢慢散退，雄鹰一样的眼神出现，索隆的眼角已然流出鲜血，他准备使用最强的招式9山8海，无我不断者，3刀流奥义，1大3000世界。战场之上如同死寂，只听见鹰眼胸前小刀落地的声音，刀鞘之上出现了一抹鲜血。鹰眼看着手掌上的血，对自己胸口受伤非常震撼。索隆收起3把佩刀，脸上挂着自豪的笑容。此时索隆的左眼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，他告诉鹰眼自己会超越他，成为世界第1大剑豪。外国网友评选出最强的6位海军中将，第3、第4名居然都是卡普背后的女人。第6名是维尔戈，被明哥安排去海军做卧底。维尔戈靠着强大的实力一步步晋升为中将，对战同为中将的斯摩格，维尔戈靠着强大武装色霸气碾压获胜。与罗交战，维尔戈显得有些轻敌，没能挡住手术果实的攻击丧命。第5名是吴蜀，也是赤犬最信赖的人。当年去九蛇岛召集汉库克去马林贩毒，吴蜀率领的海军被瞬间秒杀，他用匕首刺穿手掌，才勉强保留住意识，也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。汉库克的赏金是16亿5900万，能秒杀吴蜀也是情理之中。来到顶上战争，吴蜀使用全力攻击路飞，气得卡普咬牙切齿。如果不是黄猿将路飞提到白胡子手中，吴蜀的脑袋可能会被卡普拿走。赤犬当上元帅之后，吴蜀晋升为海军基地的基地长，算得上赤犬的心腹。第4名是贺婆婆，绝对是卡普背后的女人。当年路飞在推进城闹时，战国说贺一直上下忙碌为卡普平事。作为海军的大参谋，贺中将的地位不输卡普和战国。他吃了超人系的习习果实，据说能净化敌人的心灵，拥有准大将级别实力的女贺，每次见到贺都是撒腿就跑。第3名是陶兔，他与贺中将一样，对卡普的事情特别关心。路飞去和之国对战凯多和大妈2位四皇，陶兔比卡普本人还要紧张。陶兔是仅有的2位大将候补之一，战斗力可以说无限接近大将，只要海军3大将出现空缺，他就拥有替补上去的资格和实力。在赤犬眼里，陶兔的实力算不上大将级别，宁可开启世界征兵，也不愿意晋升他和茶屯为海军大将。第2名是茶屯，与陶兔一样都是大将候补。至于茶屯的实力，也应该和陶兔一样，只不过没有具体的战斗来证明。茶屯与卡普的关系特别好，赤犬不晋升他为大将，也是担心茶屯会信蒙其利。第1名当然是卡普，职位是中将，实力却不逊色任何一位大将。38年前，卡普联手罗杰击溃洛克斯海贼团，借此成为海军英雄。在顶上战争的时候，卡普一拳打飞马尔科，甚至还说要取下赤犬的脑袋。从战国按住他的脑袋也可以确定，卡普确实有打败赤犬的实力。目前卡普正在去蜂巢岛救克比，对手是拥有2个恶魔果实的4皇黑胡子。卡普能否安全回到海军基地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他叫乔拉克尔米霍克，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剑术，长着雄鹰一样的眼睛，
拿着35亿9千万的赏金。得知香克斯在东海失去一条左臂，鹰眼放弃海军猎人的身份，加入海军，成为一名七武海。当年在海上餐厅巴拉蒂现身，鹰眼划着一艘小船追杀克里克，见到出海的目标就在眼前，索隆没有丝毫犹豫站出来挑战。面对眼前的无名小卒，鹰眼完全没有当回事，拔出胸前的小刀，很装卑的说了一句：“很遗憾，没有比这还小的刀了。”索隆没有理会鹰眼的装卑行为，挥出自以为傲的招式鬼斩，却被对方用小刀轻松挡下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招式被看穿，更加不敢相信自己与世界最强的差距如此之大。陷入绝望的索隆拼命攻击，直到胸口被小刀贯穿才停下来。鹰眼问他为何不赌力，索隆坚定地说：“与其败北，不如死掉。”这句话得到了鹰眼的认可。他询问索隆的名字，拿出代表世界最强的黑刀叶，在索隆胸口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鹰眼一改往日的风格，主动站出来参与战斗。他想测试自己与最强男人的差距。一道蓝色斩击冲向白胡子，二番队长拍马赶到，以钻石身躯挡下世界最强斩击。鹰眼收起黑刀叶，他已经知道自己与白胡子之间的差距。见到路飞从天而降来到马林饭多，鹰眼决定不给红发面子，测试路飞能否在黑刀下存活。用见闻色锁定目标之后，挥出一刀蓝色斩击，将路飞砍吐血。此时盛平站了出来，他告诉鹰眼，宁可丢掉性命，也要保护路飞的安全。无奈盛平的实力与鹰眼不在一个档次，连一招都没能挡住。路飞很清楚打不过鹰眼，面对黑刀叶的攻击，他只有逃。穷途末路之际，路飞双手抓住巴基，直接扔了过去。鹰眼砍上10000刀，却没对巴基造成任何伤害，直接把鹰眼整蒙圈了。也难怪巴基能当上4皇。看到鹰眼依旧对路飞穷追不舍，马尔科让花剑比斯塔过去帮忙。此刻鹰眼也发现了，路飞拥有大海上最恐怖的力量，不是多么强大的战斗力，而是能让战场上的人一个个成为队友。在路飞冲向处刑台时，鹰眼再次发动攻击，蓝色斩击被达兹挡下，不过达兹还是太弱了，倒在了黑刀叶之下。好在老沙及时出现，一句老子现在心情不好，让鹰眼乖乖停手。世界会议过后，鹰眼七武海的身份被废除。面对海军的围剿，一向独来独往的鹰眼答应与老沙联手组建十字工会，却在无意间帮助巴基成为4皇。作为4皇的核心干部，鹰眼也算落得安静。